美国研制隐身加油机，中国一身融合运输机能不能实现同样的能力？各位网友，大家好，我是刘小飞。美国空军近来表示到了2040年，美国会需要一批新的空中加油机，目前已经在线上发布了设计指标。从提出的指标来看呢，是要求新的加油机能够在威胁更高的环境中支持行动。虽然文件说的是第一步要关注其现有的非隐身类型的生存能力，虽然说是没有明确的指示采用隐身构型。但是美国空军部长肯德尔也说了，说以前是把客机作为平台开发加油机，这些加油机的生存能力已经无法面对未来威胁了。所以空军一方面要生产一些 KC-46A 实现小步快跑，另一方面呢，也希望实现一个跨越式发展，以面对过去从来没有面对过的危险环境。现在美国明确担心的新威胁，大家都明白，就是指中国。因为无论是美国海军还是航空母舰上的海军航空兵，都必须让自己的基地或者是航空母舰编队收缩到一个安全的区域，远离中国才行。只有陆战队的 F-35B 靠垂直起降打油机，那么基地后撤了 F-22、F-35这些飞机腿儿不够长，如果要海空军的战斗机有效投入战斗，就只能靠空中加油解决问题。紧跟着就是一个问题在哪儿加油？加油空域如果距离目标区域太远，那么加完油之后，战斗机航程是不够的。但是如果靠近加油的话，美国也觉得加油机就成了中国战斗机的猎物。那么为了保护加油空域，就要增加加油机的护航力量，而这些护航战斗机也需要更多次加油，那就需要更多的加油机。所以这就是水多了加面，面多了加水，最后盆不够用了，弄不好还被我们一锅端。所以剩下的选择就是让下一代战斗机机体增大，增加航程，并且呢，加油机也尽可能要隐身，能够进入到中国战斗机的优势半径进行活动。轰炸机、加油机、运输机这些大型飞机隐身化探索，其实美国很早就开始了。我记得我小学的时候80年代家里就有美国波音等公司隐身轰炸机的设计方案图册，汇集了美国公布的各种想象图、概念图。但是目前很多人看好的就是洛克希德马丁公司还有波音公司这些年探索的一身融合飞行器的相关设计积累。这类设计至少是有利于平衡运输能力跟隐身能力。他们的隐身能力比不上 B-2轰炸机那种飞翼布局，但是至少能够比美军用过的 KC-135、KC-10安全得多。再有呢，就是美国要开发一些小型的隐身无人加油机，比如 MQ-25光鲷鱼。美国波音公司呢还搞了个 BMB 设想，就是运输加油一体化两用，所以也能看得出来，美军对进出解放军的优势范围会变得越来越小心。中国呢是一直对 B-2轰炸机这种飞翼式布局飞行器很感兴趣。现在我们能看到，我们很多无人机用这个布局，比如说攻击11、无侦8、彩虹7，很多民间公司呢也在开发这种布局的飞行器。其实这个飞翼布局比美国这几个隐身加油机用的一身融合布局控制难度更高。那么既然我们已经能够在飞翼的控制方面走向成熟，美国设计的那种一身融合布局对我们来讲也就不是难事情。1月30日，中国新网还报道，西北工业大学研制的一身融合大型客机的作弊模型已经试飞成功。那么有了这么一个底子，中国将来搞出这一类布局的隐身运输机、加油机也是不用奇怪的事情。中国空军现在要逐步体现战略空军特色，那么攻防半径、投送距离都会比以前有质的飞跃，也必然有可能在高危环境下进行空中投送或者是空中加油。现在恐怕也只有中美两国的实力能够让对方产生这种需求。